亚洲父母的生存守则规则一：讲不赢就打。讲不赢就打。你觉得用打击式的教育来激励子女的成长，这种方式你觉得是好的还是坏的？但有一派好像蛮适合这种的。你觉得见不得子女过得好，这个现象会是真的存在吗？大家好，我们是橘树生活，陪你一起过生活。我是一时，我曹操。上次讨论到亚洲父母的主题，没错，没想到这么多人有兴趣耶。大家如果还没有看过的话，可以搜寻 EP31，就是 INFJ 文章分享之不要当一个乖小孩，可以先去收听看看哦。那回到我们这集的主题，亚洲父母。那我们先从第一篇文章开始，它的标题是不是亚洲父母都是这样？这篇的故事大纲呢是感觉多数的亚洲父母给的爱都是刚刚好。没有多到让孩子可以健康快乐的长大，也没有少到能狠心的抛下他们。我记得小的时候不小心犯了一个小事，像是摔碎了一个盘子，午觉睡不着，外套忘记把拉链拉起来等，就会被爸妈骂个臭头。可是呢，当他们自己犯错时，就会打哈哈的过去，甚至有时候会把责任怪在我身上。例如他打翻了我放在桌上的杯子的时候，他就会怪我干嘛把杯子放在这里啊，然后还会叫我拿抹布把它擦干净。说好要给的鼓励永远都会用明天再给啦，下次再给啦来推脱，又或者是用一些责骂的方式来转移，像是说养我就很辛苦了，还要再给你鼓励吗？能得到的赞美就是少之又少。做的任何的决定他也只会否定我，诉说心事的时候只会得到这又没什么，你抗压性很差耶之类的，让我感到崩溃的言论。然后呢再来怪我怎么什么事都不跟他们讲。有几次日记本被他们偷看，我和他们说了自己的感受的时候，只会得到你是我生的耶，我为什么不能看的回应。奇怪了，人有自己的情绪是很正常的吧，况且也不是大人说的话或做的事都是对的。长大后呢，我鼓起勇气和他们诉说了这几年的感受，明明只是想要好好的沟通，却只换来了他们的恼羞成怒，怒骂我是白眼狼，狗都比我有良心，我把他们当仇人，怎么都只记得不开心的事情，不记得好的。后来我不再对这段关系有任何的想法，我也搬出去跟他们保持了一定的距离，然后也不断的提醒自己，如果以后有了孩子的话，希望不要再复制他爸妈的模式对待他们，伤痛都到他这边停止就好了。文章到这边又是一个百善孝为先的家庭呢。这算是百善孝为先哦。对啊，凡事都是我是对的啊。你就应该这样做。对啊，你是我生的，你就应该听我的啊。造成了很多的伤害了。故事中提到，就是爸妈的错会怪在小孩身上这件事情，我非常印象深刻，因为我爸妈也是这样。你爸妈有这样吗？就是他今天犯了什么错误的时候，会推在孩子身上？不会，都没有。对。我的话蛮多的，我不知道是因为我爸妈都是比较爱面子的个性还是什么。像有一次他们就是我有几次也把东西放在角落啊，或放在桌上，然后他去经过的时候不小心打翻，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很激动的怪我说为什么放那边，然后开始扯一些其他东西进来。对于这个行为，之前的我会有时候会觉得说好像是自己错，没有做好，或者是怎么会把东西放在那边，就真的一五一十的听信他讲的所有的责骂内容。但到了现在长大之后，在回顾或再次发生的时候，就会发现说不对啊，这件事情不是我错啊，你是你撞到的，为什么变成是我的过错？在更长大之后，也能理解说这是他的反射动作，自我保护。我觉得他有点像是怕被骂所以才想趁现在赶快先转移焦点，或是把责任怪在别人身上，就千错万错都不会是我错。超烂。超烂吗？摔破一个杯子有什么好不能承担的吗？我觉得这可能也跟他们的成长背景有关。他们小时候就是这样子，对啊，可能小时候他们可能犯一个错，然后就一直被骂，或者是他们必须一直保持着自己做什么事情都是对的、完美的形象，导致于他们对于每一次小小的犯错，他们都会被放大，被他们自己放大。对，我觉得也不能到烂啦，就是这是他们的人生课题。我觉得这个应该比较像是他们的课题的。但我还是觉得我不能接受就是因为摔破杯子是一件这么小的一件事情啊，如果他酿成什么大错，他能承担吗？你说如果他之后做更大的错误的时候，这个已经是关乎到说到底能不能承担责任这件事情。如果是以承担责任的话，我觉得以我刚刚讲的人设，就是比较完美主义的话，我觉得其实是可以的。他们只是不愿意承认，但不代表他们不愿意去解决掉这件事情。像以我这个例子来说，我妈虽然会怪罪，但她最后还是会自己来处理那滩水。还是说亚洲家庭的上下关系比较鲜明一点，因为它是上对下的关系，所以就是那你的错你去处理好，也是有这可能了。然后这篇文章也会让我想到一个问题是，假如今天的亚洲父母未能履行了他们的承诺，那这种行为你觉得对小孩会有什么影响？我很奉行，也不奉行我也没小孩，奉行什么？就是我很
确信身教大于言教这件事情。你说以身作则，对，像他文章里面讲的那一种推脱啊，什么明天啊、下一次啊，如果小孩一个没有学好，他就很容易也变成那样子。我也十分觉得这很重要。对啊，这就是身教大于言教的重要。我也觉得，如果没有履行承诺的话，会让小孩养成没有责任感或不重视约定的样子。我觉得也会借由这些行为下，会越来越不相信父母。因为我们约定好的事情啊，你每次都反馈啊，我干嘛再相信你说的话？渐渐失去对别人的信任。因为像我妈是蛮好的，就是她有答应过的事情，她会做到。真的没有办法做到，第一个她不会乱答应我，不然就是她会讲说，可能现在没有办法，他要诚实去面对。对，家长可以跟小朋友承认错误，我觉得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而且我觉得蛮需要勇气。对，是需要勇气的。但我觉得就是在必要的时刻，你去承认自己的错误，也是对小朋友的一个身教。我突然好像变成育儿专家的感觉。对啊，育儿小孩。因为我真的看过太多的案例了。这个部分我爸妈也做的蛮好的，因为像我爸很常给我一些承诺，像是成绩考到多少就带我们去六福村玩，说解开魔术方块 PS。 对啊，就是像有一次那时候就是说如果你可以解开魔术方块让它六面都变成同一个颜色，他买一台 PSP 给我，结果隔天我就做出来了，他就吓到说你怎么那么快？我说有公式。他就傻眼。但我觉得最印象深刻的是他有一次好像说什么，我有一次的期中考好像考到前3吧，还是考到多少分，他就带我们去六福村玩，然后我就有成功考到。我会印象深刻的原因是因为他很怕玩游乐设施，他其实不敢玩云霄飞车或是什么，像六福村不是有一个从那个上面用力滑下来的那个火山历险，对，火山历险记，那个我觉得设计很奇怪，他没有那个安全扣，他只是叫你握住旁边，对，很容易就浮起来了。因为我爸那时候就好几次吓到，然后我都快飞起来，为什么还没下去那种感觉。我会印象深刻是因为就是觉得还蛮佩服他的，是怕的要死，但因为要跟小孩子玩，所以他还是硬着头皮跟我们去玩这个啊，玩海盗船什么。他下来就说我再也不答应这种东西。他脸都绿掉了。很棒，对啊，所以这个事情让我非常印象深刻。优质爸爸。好，那我们来到第2篇文章。好它的标题呢是来世不当亚洲人。这么愤怒的吗？那他的故事大纲呢，就是他有收集一些关于亚洲父母的语录。那我们大家来听听看，看你们家有中了几个。像第一个，我有欠你吗？然后第2个，我是为你好，我是你吗？我会害你吗？第3个，你是哑巴都不会讲话吗？然后第4个，我把你生下来，你居然这么不懂感恩。第5个，再哭更大声，我打得更用力哦。第6个，我为什么要养你这个不知感恩的小孩？给我滚出去。第7个，你看某某某，他的成绩都比你好真希望你不是我的小孩。然后第8个，别人的小孩都不用父母担心，就你最不孝。然后第9个，你有什么压力？你会有什么压力？他大概是这9个语录。你觉得你有中几个？我完全没有一个都没中，一个都没有中。我妈是不管放在哪个年代，其实都是蛮新时代女性的。这都是她不来这一套的。我的话，我有中几个？我看一下我有欠你吗？这个没有。我是为你好，我是你吗？我会害你吗？这个有。他很常这样讲，我会害你吗？但我觉得他有点开玩笑了，不是认真讲然后算第1个嘛，然后你是哑巴吗？不会讲话吗？这个没有，这个老师反而会说。我现在想想，我觉得老师凭什么啊？凶屁啊！我长那么大第一次听到这句话是在部队里面。对，当兵应该也蛮常会听到这句话的。对，然后我把你生下来，你居然这么不懂感恩，这句话没有。然后再哭更大声，我打更用力。这个你们家打小孩吗？会啊，这句话好像有，但不是对我，因为我小时候就很乖啊。我印象中好像他们有说过这句话对我弟。再来是我为什么要养你这个不知感恩的小孩？给我滚出去！这句话有但不是对我啦，是对我弟。我觉得那是有点沟通问题，就是我弟是比较慢慢来的型，但是他比较不会把自己想法说出来。但我爸是很急的类型，所以他们常因为这样很多的误会。长大之后他们也才知道说，原来那时候你有这样的想法，但你不是说出来，我也不知道啊，干嘛的？长大后才有在做一些沟通。然后你看某某某，他的成绩都比你好，真希望你不是我的小孩。这倒还好，因为我成绩都蛮前面的。会读书真好。没有好不好？然后再来是别人的小孩都不用父母担心，就你最不孝。这个没有，这没有。你有什么压力？你会有什么压力？这个有啊，这是第4个。我总共是中了4个。我觉得有什么压力这件事情，我觉得爸妈会无法理解，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们忘记了，他们忘记自己学生时代所经历到的那些同侪压力啊什么的。我觉得一部分也有可能是因为现在的时代不一样了，所以现在小孩遇到的问题也跟他们不一样，因为他们有相关的经验，所以他们觉得你不会有这些事情，他们就也不知道这会有什么压力，或这该怎么解决。
就是他们不应该是用责怪的方式去讲这些事情，应该是用好，那你有什么压力可以说说看，就是那种陪伴的方式，那我看看可以怎么帮你解决，或是那我陪在你身旁，这样也都可以，而不是直接用责怪说你有什么压力，我压力比你更大好不好之类的。对啊，我觉得每个年纪他们遇到的压力都不一样，就是没有谁压力最大。不应该去否定别人的压力，或者是说跟他比说我的压力比你更大好不好？这没有意义啊，这个比什么？每个人状态跟看压力本来就不同啊，大家是独立的个体。好，那大家的这9个语录里面，大家有中了几个？也都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哦，来分享一下，看你中了几个。有没有一个就全自爆？对啊，真的会有人全自爆我觉得应该会有。他这样活得下来吗？因为这样等于是好痛苦哦。但我觉得如果他没有走偏的话，那他内心真的很坚强。好，欢迎如果有全中了，欢迎在底下留言一下，分享一下你这段经历是怎么走过来的。哇，好可怕！光想我都觉得可怕。这一路走来一定很辛苦。然后我在底下有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留言，他说亚洲父母的生存守则规则1：讲不赢就打。讲不赢就打。真的啊，他们真的很爱讲不赢就用打的我小时候小2之后他就不打了。我们家好像差不多小5、小6应该就没有了啊。对，因为我跟我弟会跑，我们家是有楼梯的，所以我们就会跑来跑去，他们就会很喘，所以他后来就放弃了。你们是真的皮我们真的会跑给他看哦，我们真的会绕圈圈，我们这样左边右边左边右边，真的皮那我现在回想起来很荒谬因为我小时候被打，我不会挣扎反抗。你好乖哦，我会可是被抓到不会打了更凶。会啊，但前提是你要先打到我们哇，我看谁反射神经比较好。好，真的还蛮荒谬的，我们会跟他玩。然后底下有一个留言也有说，他觉得这些状况可能不是出在于亚洲人身上，而是因为这些行为是台湾以前的年代的文化。如果我现在小孩如果都懂了这些道理，就是不要做到这些事情啦，那他们以后也没有这样对待自己的小孩的话，亚洲的文化就会越来越趋向于是互相尊重了。我觉得他讲的蛮好的，我也觉得这个不完全是出在于是亚洲人身上，而就真的是台湾当时的教育文化背景下就是这样子。我觉得就是每一个时代都会有越来越多小孩去觉醒说，其实这样做是不对的，逐渐的越变越好了。没错，人是会成长的。好，那我们来到第3篇文章，它的标题就叫做《亚洲父母》，非常的浅显易懂。它的故事大纲呢是：我有时候都觉得我爸妈是不是见不得我过得好。像有一次我染头发回家，他看到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叫我走去给我爸看，因为他知道我爸不喜欢我染发，甚至为了看我的笑话放下手头上重要的工作。这个行为我真的是看不懂耶。还有一次我记得非常清楚，我爸直接在我面前说，我妈怀孕的时候很讨厌我，每次都用力拍肚子。事后虽然有跟我说是开玩笑，但我真的很受伤。有一次我实在忍无可忍，说了一句别人觉得好笑的话，那才叫做开玩笑。结果他竟然回我，你好无聊，你开不起玩笑。还有一次我在外面被别人夸奖时，回到家兴高采烈的和妈妈分享被夸奖的事情时，结果我妈竟然回我，那都是客套话啦，这样你也开心哦？你就那么爱听那些表面的夸奖吗？我真的不懂为什么身为家人的你每次都要对我泼冷水，还是我其实不是你的小孩啊？故事的话就大概到这边。哇，其实也有听过类似的话，当下真的是很受伤，但也不知道该不该讲。我好像也有跟文章中的人一样有说过，说我就是别人觉得好笑的话，那才是玩笑，就类似这种话啦。但得到回应也真的就是你开不起玩笑，你这样出社会这样不行哦，什么什么的。那时候我还傻傻的相信啊，但现在长大之后觉得不对啊，我就是不舒服啊，为什么我要为了你们去忍受这些事情？对啊。我们看完这篇故事之后，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草草。OK， 假如说你的父母像文章中那样，就是以开玩笑的方式说出一些很伤人的话，那你觉得身为儿女的我们要如何表达自己的感受，让父母可以理解说这些话带来的影响是什么？我受的教育跟我自己本身的个性，我就是直接会讲出来。那爸妈的回应如果也是说你好无聊，你开不起玩笑之类的，我就会说对，我比较不甩情勒这件事情。如果我每天看到的人还要来情勒我会觉得有点痛苦。就是有先划清好界限。对啊，我自己的话也是跟你一样的方式，但我或多或少内心都还是会有一点波澜或是被影响到，就是也会真的去怀疑说，我是不是真的开不起玩笑，我是不是太容易认真了什么的。所以我后来就变成是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比如说他今天说了我小时候很讨厌你，所以一直拍打肚子，希望你不要出声。你可能就会回，那我现在也要揍你，因为我很讨厌你这样子。你好会哦，你是不是很常这样说？没有，其实我在这一块算是蛮幸运，因为我们家的人其实在这一部分就他们是很划清界限的，就是我们没有这么的没
有边际感哦，对，尤其是爸爸那边很容易会没有抓好边界感啊，就你是我生的啊，有什么是我不能看的啊？对啊，或是反正这就是开玩笑啊之类的。对啊，或者是你是我生的啊，我想怎样就怎样，很不 OK。在这一块我是比较幸运的，我们家不会有这个状况。而且我也觉得这状况真的是不要有会比较好，因为它其实都会或多或少对小孩造成一些伤害啊，或者是自卑。像文章中的小孩，我觉得他可能就会有很多的不安全感，觉得自己可能不是需要的。我不知道就是旧时代观念下，他们会觉得威权教育可以把你绑住，但实际上只会逃得越来越远。这个大家都知道，对，但他们就不知道。那第二个问题呢，是你觉得见不得子女过得好这个现象会是真的存在吗？会不会其实是父母无意中将自己的焦虑或压力投射到了子女的身上？我觉得不是见不得你过得好，他们会对你酸言酸语，纯粹就只是他们不会称赞你，他们没有去称赞人的习惯，或者说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所以他们还是希望你过得好了。你过得好当然是好啊。他们唯一会把焦虑跟压力投射到子女身上的，就是你应该要读医学院，类似这种情况，你应该要读公立学校啊，考个会计师啊、律师、医师啊，这一种他们比较会投射在小朋友身上。那见不得你过得好，这个我觉得这个情况比较少啦。我觉得更多应该是纯粹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去称赞别人。我的话，我也认为说见不得子女过得好，其实应该是不存在的。但原因的话，我其实会觉得可能真的是他们无意识把自己的焦虑或压力投射在子女身上，比较不会是他们不知道怎么讲。他们这个行为有点像是看到小孩长大了，他要离开我了，然后这时候反而想抓得更紧，尤其是对一些比较控制欲比较强的爸妈来说，我觉得更严重。是现在翅膀硬了，我以后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在这里。对，因为我会这样讲，是因为我听到蛮多的家人竟然真的会有这些的想法，尤其是因为他们年龄越大的时候，他们身边的人会越来越少，所以他们会更孤单。然后年纪越来越往上之后，看到更多的生离死别，所以会对于又有人离开这件事情，他们会更加的敏感嘛，或是更加的情绪会比较激动。那回到刚刚的问题，见不得子女过好，我觉得一部分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们看到我们过得好，或我们做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会联想到自己当初没有达成的期待。你说是一个自卑感？对，我觉得他们可能就会把他们自卑感再拉起来，所以导致于他们会只会说一些难听的话。他们其实有点像是在跟自己讲话，我觉得。怎么了？因为我觉得很荒谬。为什么会这种状况很容易发生在爱面子的人身上啊？因为他们不会说出来，可能就是我爸妈了。我爸妈比较明显会有这个行为，也是他们后来跟我坦诚这件事情。他们跟你坦诚，他们就开始分享自己的故事，然后就开始从故事中听出来说，等一下，所以你之前讲这些话，其实是在说你自己，因为你之前没有做到，或者之前你其实渴望这样子做之类的，所以我才会有这个想法。好，那我们来到第3题，你觉得用打击式的教育来激励子女的成长，这种方式你觉得是好的还是坏的？当然是坏的啊。但有一派好像蛮适合这种的，就是他是属于越战越有型，你没有给他这种激励或打击的话，他会软趴趴。那改一下，打击教育应该是因人而异。对，我觉得这才是重点。每个适合的教育方式就是都不一样，就算你今天有2个小孩，2个小孩的教育方式也都会不一样才对。2个就是不同的个体，可以用同一个方式去同时放在2个身上，这样只是方便你做事情，而不是真的适合他们。对，那对我来说，我其实也会倾向于是不要打击，而是用鼓励式、陪伴式的教育去陪伴小孩子成长。我觉得有一个阶段啦，某一个阶段之前，你可能不能用打击的。某一个阶段不能用打击的，对啊，就比如说可能高中以前，因为我觉得在某一个阶段之前，你会需要帮他建立自信。但我听到一个，应该说我爸妈，因为其实我跟我爸妈讨论过这件事情，就是为什么你们要一直用打击式的方式，或者是就是说一些良话的方式来教育自己的小孩。他们说是因为他们不先这样做的话，等你被社会这样摧残，你们可能会一蹶不振，还不如趁现在先让你们体会到，然后那个力度的话，他们也可以控制，才不会像是假如今天出社会根本就没人管你这些事情。确实也是，但我不认同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当你是充满自信跟安全感的时候去面对这些事情，比较容易再爬起来。这个思维比较西方人一点，就是我先帮你建立起自信，你才能对抗外界的
批判。我觉得应该是也会知道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背后起码还有人在，就可以减缓掉你的不安全感跟打击的那种感觉。好，那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到这边啦。大家如果看到其他有趣的文章，也都欢迎分享给我们，或是寄 Gmail 给我们。Gmail 的连接我们会放在主页的下方。那我们除了 Podcast 之外，也会上传影片版在 YT 哦，搜寻橘子树生活就可以看到了。那橘子树生活陪你一起过生活，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拜拜，阿杰阿杰来。